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江西的兄弟啊說這個珊瑚魚不大好切，讓我重新給他分享一個做法。所以呢，這條鯉魚我前幾天釣的，一直放在冰箱裡面沒做，我就用這個換一個改刀的做法跟他分享一下。鯉魚我們要先把這個鰭給它剪掉，剪掉的時候好操作一點。這個鯉魚大概有3斤多，然後尾巴呢剪一個燕尾出來。現在呢，我们来改刀。這改刀很簡單的，切的時候呢，一定要切得夠深。這個在肉最深的地方往下面切啊。如果呢條件允許的話呢，可以這個刀口可以切密一點，這樣就切得差不多了哈。切進去大概1厘米多深一點。我們切的時候肚子上這塊比較薄啊。所以就這一塊就不用切太多，下一步我們就這樣子給它把肉啊剝下來，我們就一刀一刀的來。你看，這個一條一條的就出來了。切的時候呢，刀也可以打斜一點，刀越斜呢，這個肉刺啊它就越深。好，就切好了，現在要放到水裡面泡一下。這個水裡面加一點鹽，把鹽水化開，再把魚放進去，在這個鹽水裡面洗一下來，去一下它的腥味。好，我們再把它提起來，看一下，大概就是這個樣子了。這個不比珊瑚魚簡單多了。這個魚就相當於直接在上面改花刀啊，然後我們把這裡給它弄上來一點。好讓油進去，給它扳一扳，這樣子給它扳一扳，就更容易炸。好，我們多洗2遍，馬上可以準備上粉了。放在這個上面洗一下，把它的血水啊、鹽分啊全部洗掉。好，可以了。現在我們來調一個糊，這個糊呢就是麵粉啊，麵粉1/3，然後是這個玉米澱粉2/3，就是大概就可以了，沒必要非常準確。好，加一點水把它卸開，水要一點一點的加。好，這個時候再加一點油，加油就是為了讓這個粉炸出來更脆。沒對呀，乾的嗎？好，油加進去的時候再加一點水，如果乾的話，慢慢調成這種。好，這個糊就調好了，下來一條線就可以了。現在我們要把這個魚的水啊，給它蘸一蘸。這個時候我們來拍一點這個乾澱粉，這個魚呢提起來拍。好，粉拍上了，給它抖一抖。等一下下鍋之前，在這裡面滾一下就可以直接下鍋了，簡單又好用。好，開火。好，鍋燒熱之後倒一盆油，這個油不用倒太多，只要達到鍋的70%多80%就可以了，剛好1盆。我們這個油溫要燒到160、170啊，不能夠太高，也不能夠太低。好，現在來準備這個魚，我們把這個魚呢抖一下，把多餘的粉給它抖掉。再把這個布給掛上去，你看，這樣子要掛上去，很簡單的。要快一點的話也很容易，這樣子走一下，這樣子走一下，是不是特別簡單？這個肚子裡面呢也搞一點，肚子裡面
以前的珊瑚魚啊，它是把肉取下来了，其實骨頭呢就沒有一起放進去。這個呢，相當於是一整條的。這個粉就已經上好了，馬上準備下鍋，試一下什麼溫度哈，大家去看一下。它如果下去半天不起來的話呢，就說明溫度沒夠。你看起得比較慢，再給一把火。它這個下去要一下子浮起來，就說明溫度夠了。好，現在溫度已經起來了，現在我們要準備下鍋了，直接放下去。但是動一下啊，炸的時候多動一下，不兩邊動的話呢，它这個刀口啊張不開，然後放手啊，這邊不要那麼着急放，這邊這樣子拿住它一會兒。好，最後放下去，放下去了之後呢，給它潑一下油。炸的時候呢，我們用筷子給它撐一下肚子，讓這個油進去。這個時候撐啊，這個肚子不會爛。如果等一下撐的話呢，肚子有可能會爛掉。這個就是簡單版本的糖醋魚，因為這條魚比較肥，我們低油溫給它多炸一會兒，把油給它炸乾一點，魚就沒有那麼腥。看起來非常不錯。你看，這個是下面哈，這個是下面。我們今天很簡單，就是一個番茄醬。然後呢，再來一個白糖，再來一點醋，最後再來一點鹽，調味料極其簡單。兄弟，這個時候千萬不要動它啊！這個時候動它的話呢，這個魚就爛了。把它炸淨了再動，現在要。這個地方省略15分鐘，15分鐘啊，小火，一定讓這個油沸騰起來啊！不能是泡在裡面那種，泡裡面就完了。兄弟不是有油温針嗎？打一下油温，大概的話就是160度左右。現在讓它一直這樣子吊起来。好，肚子已經差不多，你看到沒？這裡面有油，這一層糊下面啊，它的油已經進去了。其實這道菜啊，你在家裡面做這道菜，只要你有油夠多，火力稍微大一點點就可以了，別的沒有什麼要求。好，再給它翻过來，兩面炸。你看啊，這個在上面呢，它這個籽啊是散開的，它的油很容易進去。如果改大翻刀的話啊，稍微一不注意啊，就把魚搞斷了。這個方法呢，雖然說沒有那麼好看，但是特別的實用。我們炸到這個時候啊，你看肚子上有點黃的時候，就說明呢它脂肪慢慢的在減少。現在炸了15分鐘左右了，我們可以把魚搞起來了。魚搞起來之後呢，這樣拉矮一點，滴一下油，看一下啊，搞起來看一下，這個魚熟了沒有？這個顏色已經變了啊，就說明已經可以了。好，這個是我們準備潑汁。現在來炒番茄醬，放一點油，然後呢把鍋裡火，油溫不要太高了，太高了之後呢会很容易炒糊的。番茄醬大概下個150克左右。好，開小火炒。這個醬這個時候的甜味比較淡啊，幾乎沒有什麼甜味了。好，魚炒開了，加水。好，水加進去之後加糖，糖呢大概放個300克。糖下去之後開小火。然後再下醋，醋也差不多200克左右，先下一半。好，燒開了，我們再放一點醋，最後再放一點鹽。湯汁稍微濃一點之後，我們再加一點澱粉。像這種家常菜的話，我們這個湯汁不要勾太濃了，勾太濃了之後味道進不去，就是淋到魚身上的時候，它味道沁不進去。好，現在直接關火，打一點油進去，看着啊。
打一圈馬上開了，然後把它倒到魚身上面去，最後把這個湯汁淋上去，它這個湯汁會沁到魚裡面去。如果說芡勾得太濃的話，它就浮在表面，魚中間就沒有什麼味道。像這種鯉魚，為什麼要讓它沁進去呢？因為魚的腥味啊，鯉魚的腥味比較大。因為這條魚是凍了2天了啊。如果活魚的話，可以稍微湯汁可以勾濃一點。我們先看一下這條魚啊，這條魚已經做好了，還是魚的形狀，就是特別簡單的。現在我們嘗一塊魚試一下，聽這個聲音。這個聲音還是比較脆的，嘗一下味道。你看這個裡面呢，它已經吸飽了湯汁啊。這個肉它不是純白的，裡面有粉紅色的湯汁，這都是脆的。來，我給你們看一下這一塊，聽一下這個聲音，現在都是很脆的。这樣就完全吃不到鯉魚的腥味。再就是這個糖醋汁，隨着溫度的下降，它會越來越稠，越來越稠。如果說我們淋上去就是已經很稠了，那冷了之後就像果凍一樣，就是感受不是很好。這個肉其實是被一層殼包住的。你看這麼大一條鯉魚，這樣子做出來，它都是很脆的，主要就是體現在我們前面改的花刀上面。如果大翻刀的話，那個肉不好切，就是對於我兄弟來講，可能有些難度。這個的話就很簡單。好了，兄弟，你學會沒有？這麼簡單一個東西，一條魚進去，出來還是一條魚，學着做起來。好，本期視頻到這裡，拜拜。